Hello，大家好，我是一心啊，临时加更一期，就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些性相关的话题，简单聊一下自己对性的理解吧。就是很多人在这一块还是有困惑的，包括我自己也不能说是完全参透了。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就是我就结合自己的一些性经历去讲述一下我这方面的理解，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友好讨论。就像我直到28岁了才第一次去体验过性，我这里说当然不是自慰，而是那个双人成型了。就28岁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可能都算是有些晚了，但是我觉得还好吧。就是甚至我经常能看到，有一些20出头的人在互联网上，喊着就什么啊自己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过那种初体验怎么样，感觉自己像是落后了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啊，就是只要你在你的感官还算敏锐的阶段去体验到生命的跃动，我觉得都是不算晚的。就是体验的好坏真的跟早跟晚没有太大的相关性，它只跟人有关。就是你过早的把自己交代给了一个不对的人，你反而会恶心很久，对不对？但是我的话，我开蒙确实比较有些晚。那举个例子吧，就是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对性都是抱有很强烈的羞耻感的，就像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那个时候都已经25了吧。当时有一个人追我，我当时就跟他聊天嘛，就问他谈过几任啊，甚至还问他你是不是都跟对象睡过了，就问这种问题。他当然还算坦诚啊，他都跟我说谈了几任啊，都跟对象睡过了。他甚至还说他有过约的经历。然后我听到这一点，我就非常的不能接受啊！你居然还有约的经历，那你这个人肯定非常不靠谱。然后所以说我当时就完全没有想跟他继续进一步发展的打算，这就挺幼稚的。就是我当时是把合理的性也去跟道德去挂钩了，就是你直到自己去体验过那些这个那个的之后，你才会对这个有一些新的体验、新的感悟吧。当时跟我出体验的那个人是跟我同一个健身房的朋友，当然当时也算不上朋友了，是睡过之后才成为朋友的。之前是因为经常在同一个健身房碰面，所以说只是一个彼此面熟的状态。契机是我当时跟第二任分手，即便我第二任是个傻逼，但是确实还是让我失落了一段时间嘛，所以说状态就跟之前有云泥之别，就很差。然后那哥们儿有一天就突然过来跟我搭讪，问我最近怎么都是一个人，因为我之前都是跟前任一起健身的嘛。他过来找我搭话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突然，但还是回答说，最近是因为跟朋友时间碰不到一起去，所以说现在就各练各的。然后他就说，那加个微信呗，有时间可以一起练。我就同意了，因为那个老哥看上去挺和善的，然后也挺爷们的，身材比大多数的健身教练还要好。然后加了微信，当天晚上我们就聊天嘛，聊天。他就很直接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问之前跟我一起练的朋友是不是我对象。我当时真的下巴都要惊掉了，真的很吃惊，但是还是承认了，也顺势问他是不是也是 gay。他承认也很干脆，然后继续说什么他当时看到我跟那个人在一起就是像在谈恋爱的样子，然后但是看我最近都是情绪很糟糕的样子，然后我就承认了，其实最近就是因为跟他分手了，所以说心情一直不好，然后一直很失落的状态。然后他就发消息说，需不需要过来陪我？他说他现在就可以过来。我当时其实是觉得有一些不合适的，但又有一些希望他过来陪我。一方面是我的情绪当时确实不好，另一方面其实我是想在性这一块找到一些认同感的，因为我当时不是谈了2任嘛，第一任、第二任都没有性生活，而且跟第二任分手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在性方面满足不了他，就会怀疑自己没有魅力啊，想要获得认同啊，就是这样的。总之我就是同意他过来找我了，但当时真的没有想过去发生一些什么，只是聊天的过程中他一点点的去试探，我能感受到他的意图，然后自己也就默许了。实际上越往后聊聊，其实我自己也聊兴奋了嘛，因为他到了我家之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实我本来还想准备说一些具体的细节的，因为伴随着那些细节，我的情绪才发生了越来越复杂的变化嘛，什么羞涩啊、纠结啊，乃至是兴奋啊。但是品牌的 PR 看完我要说的细节之后，就对我说，虽然阿 B 的尺度比较宽泛，但还没有大到那个程度。
我想一个包容度这么大的品牌都这么说了，那可能确实有一点。但是细节的部分呢，我又整理好了，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另开一个视频，能发的话就发出来。所以说细节部分的话，我这里就先 pass 了，只说一下我当时的情绪跟衍生出的一些观点吧。就像我一直跟别人说的是，色情的精髓在于羞赧。我初体验时夹带着那一点点的羞涩跟悸动，就很好的中和了我事后的愧疚感，从而让整个过程显得有一些美妙吧。乃至我现在回味，其实也觉得不会很糟糕，即便我事后发现那个人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人。只是我当时的情感展开完全称不上是龌龊，所以说即便我现在看了太多的 tag， 当别人询问我性癖的时候，我还是会说一句纯爱。当然当时没什么愧疚感，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完全的进行下去，毕竟是初体验嘛。细节我还是单开一 part 再说吧。所以说即便我的初体验不是很顺利，但也完全跟我预想的本质是很大的差别的。可能还是那句话，就是新的行为模式会带来新的人生体验，新的人生体验又会展开新的人生视角。之前我把约炮的本质单纯的理解为是一个龌龊的勾当，就是后来想了一下嘛，就是把它比作两个灵魂的临时的抱团取暖，或许会更合适一些。就是只要是双方自愿在安全的前提下彼此倾信的作为，其实我觉得或许是可以值得理解跟尊重的。至少我当时事后的情绪是恢复的很快的，也好了很多。我不是想把约炮美名化，但是也不是希望它被过多的污名化。就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不要为了一次两次的释放去有过多的心理负担，因为可能不一定就是坏事嘛。但说回来，乱性跟纵欲的话，我是有看法的，而且是不提倡的。怎么说呢？你就或许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么说不太合适啊，因为我通常跟朋友说的是性作为彰显生命力的手段，然后生命力的话通常又是附着在灵魂上的，所以说在身体跟别人交融的时候是一定伴随着灵魂的拉扯的，然后过于频繁的拉扯一定是会让灵魂受伤的。当你的灵魂变得千疮百孔，或者说变得麻木，那一些震撼灵魂的一些真挚的情感，比如说爱，你还拿什么去感知呢？对不对？又是梦到什么说什么，本来想说合理的去看待自己的需求的，结果又好像只说了自己的约炮经历。但我想表达的还是那个，就是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的需求，真实的去接纳自己，或许就能活得更真实一些。也希望大家在日后的生活中去更优先的照顾自己的需求。最后大家如果在性这一块有什么趣事儿或者说困惑的话，欢迎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学习。也希望大家对我多点点关注，你的3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也再次感谢 Sauce 非理性的支持啊，确实很好用的。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